每个人都希望亲人健康长寿，但长寿其实并非易事。根据人口统计资料显示，我国平均寿命已逐年攀升，预计2030年可达79岁，2035年有望突破81岁。然而活到80岁依然是一道坎。以某省数据为例，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约有240万人左右，换算下来，相当于1万人当中只有约240人能活过80大寿。也就是说，在茫茫人海中，真正跨过80岁门槛的只是极少数。长寿固然值得欣慰，但我们也常听到老人家感叹，年纪大了，说不定哪天一场病就把人带走。随着年龄增长，健康和死亡的不确定性让人无奈。有些高龄老人看似硬朗，却明白自己已风烛残年。也有人虽然长命100岁，但后半生饱受病痛折磨。事实上，生命的长短与幸福感不见得成正比。与其一味追求活得久，不如关注如何健康地老去，提升生活品质与生命的厚度。那么，当亲人的生命走到晚年阶段，身体会不会提前发出一些预兆？许多人以为死亡是突然降临的，但其实不然。衰老的身体早已在悄悄报警，只是我们往往视而不见。在亲人离世前的最后1年里，从日常小细节到明显生理变化，都可能出现10项重大警讯，提醒我们生命进入倒数。而在生命的最后几天，甚至最后几个小时，老人身上也常出现5种特殊的身体反应，作为临终前的征兆。作为家人，我们务必要及早察觉这些信号，千万别当作寻常老化而掉以轻心。接下来，我们将深入探讨老人临终前可能出现的征兆，从1年前的预警信号到临终时刻的特殊反应，希望帮助每一位读者看懂这些生命最后阶段的讯号，提早了解，既能提前因应，争取治疗机会，也能让我们在亲人生命的最后旅程中做好心理准备，陪伴他们走完最后一程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临终前夕常见的5种身体和意识变化。许多经验丰富的医生指出，当生命进入最后倒计时的几天或几小时，病人体内会出现一些独特的临终征兆。这些变化并非迷信，而是人体机能即将关闭的真实写照。1. 生理指标与末梢循环的改变。当身体彻底衰竭时，呼吸、心跳、血压等生命指标往往出现异常变化。临终者的呼吸可能变得时快时慢，甚至出现短暂停止的现象，心跳可能变得微弱不规则。此时血液循环大幅下降，典型表现就是病人的尿量明显减少，四肢开始冰冷，嘴唇和指尖泛紫发乌。由于喉部肌肉无力，声音会变得沙哑低沉，说话变得吃力，甚至难以发声。这一系列生理改变意味着器官功能正在一个个关机，身体正在进入生命的最后阶段。2. 面容神态的改变。除了医学仪器上的数据，亲人也能从老人外表察觉到一些异样。常有家属发现，即使老人当时血压、血氧等数值看似正常，但脸色已显得灰暗没有光泽，原本清晰的法令纹也逐渐模糊淡去，这些都象征着生命能量在迅速消退。此外，老人的眼神往往变得涣散无神，双眼难以聚焦，有时长时间紧闭，双眼不再张开。当一个人的面容突然失去生气，目光不再有光彩时，往往就是临终将至的征兆。3. 性格习性的反常转变。临终前，一些老人的性情会出现明显转变，让亲友误以为病情好转。许多医护人员观察到，长期脾气暴躁或严厉的老人，在最后几天里，性格反而变得温和宽容，甚至频频向周围人表达感谢和不舍。原本爱计较琐事，对金钱物质很执着的人，突然变得随和，看淡了一切。还有的老人开始整理自己的遗物，将珍藏多年的物品一一分送给子女和友人，仿佛在潜意识中做道别的准备。这些习性的巨大转变，其实正是生命走到终点的前兆。有些家属看到老人变开朗了，脾气好了，还以为是真正康复的迹象，但遗憾的是，这往往是回光返照前的一种宁静与告别。4. 短暂的回光返照，终末期回光。在民间流传的说法中，许多垂危的病人在临终前会突然出现短暂的清明与活跃，俗称回光返照。
这其实是有科学根据的现象。临终病人中约有1成左右曾出现过这种短暂好转，原本虚弱不堪、昏睡不醒的老人忽然精神变好，甚至主动开口要求吃东西喝水，还能下床活动片刻。家人看到病人重新睁眼说话，胃口变佳，常会燃起巨大的希望，误以为奇迹降临。然而这种状态通常仅能维持数小时或1-2天，随后病人会很快再次陷入急速的衰退。医学研究认为，回光返照是人体在临终前最后一波肾上腺素的瞬间分泌，使垂危的身体短暂回光一现，并不代表病情真正好转，而是生命最后的闪耀。因此，若亲人在病重后突然看似恢复了精神，一定要保持理性，不要掉以轻心，这很可能就是最终离别前的回光一刻。5. 幻觉幻听与灵异言行。许多临终的老人还会经历一些令人感到奇特的感官体验，例如一些人在生命尾声时会梦见已故的亲友前来相邀，或声称看到一道亮光，某个美丽的景象在远方等着他们。还有老人开始低声自言自语，对着空无一人的房间微笑点头，仿佛正与看不见的访客交谈。有的甚至会突然清醒过来，向家人描述自己要搭船去一个地方，或正踏上云端的阶梯。这些听来匪夷所思的幻觉与言语，其实是大脑在临终前的特殊反应，潜意识正在以具象化的方式感受和表达死亡的临近。对于此类现象，不同文化和信仰有各自的诠释。有宗教信徒相信这是灵魂即将离体，先人来接引的迹象，而医护人员则理解为临终时意识模糊与神经错乱的表现。无论科学或信仰如何解读，当亲人说出这些话，出现这些举动时，作为家属应该做的不是嘲笑或惊慌，而是给予平静的陪伴，耐心聆听老人描述的风景，顺着他们的话语给予安慰。这会让垂危的亲人感到安心。一些看似诡异的幻象，其实可能正帮助他们减轻对死亡的恐惧，以较平和的心态走完生命的最后旅程。总结一下，在父母临终的最后阶段，身体和意识上可能会表现出上述这5大征兆：生理指标和循环的改变，面容神态的暗淡，性情习惯的反常，短暂的回光返照，以及种种临终幻觉。这些特殊变化往往出现在生命最后的72小时左右，提示我们亲人即将走到生命尽头。了解这些征兆后，家属就能对病人的状况有更清晰的判断，不至于在关键时刻产生误解或不知所措。例如，不会再将老人的突然好转误认为痊愈，而能明白那可能是最后的告别信号，也能在老人出现幻觉时坦然面对，陪他们安然度过。而除了这临终前几天的表现，其实更早在前几个月乃至前1年，老人身体就可能有一些预警信号了。接下来我们就看看长者在离世前1年内常见的10项重大警讯。生命的终点并非毫无征兆，在亲人去世前半年到1年的时间范围内，往往会有一些逐渐明显的健康变化，提示身体正走下坡路。以下我们总结10项在长者1年内可能出现的关键警讯。这些现象多半与身体机能衰退有关。如果家中高龄长辈出现多项类似情况，那就需要特别注意了。1. 免疫力下降，反复出现感染。很多人发现，老人一旦年纪大了，小病小痛变得缠绵难愈。以往几天能好的感冒，现在拖拖拉拉很久都好不了。皮肤上一个小伤口，过去2-3天就结痂愈合，如今却得10天半个月。更严重的是，老人动不动就发生肺炎、尿路感染这类过去少见的感染症。一旦进入暮年，人体的免疫系统就像一支退化的军队，老兵逐渐退役，新兵补充不足，免疫细胞的数量和活性明显减少，防线变得薄弱。中医有所谓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的说法，这里的正气指的就是人体的抵抗力。当正气亏虚，各种外邪病原体便容易乘虚而入，结果就是一点点小感染都可能酿成大麻烦。例如普通感冒因免疫力差迟迟不好，拖久了演变成严重肺炎，甚至引发败血症等全身性炎症反应。如果发现老人1年的时间里反复出现感染性疾病，每次病程都比前一次更长，
更难痊愈，那就要高度警惕。这正是身体向我们拉响的警报，暗示免疫系统已大不如前。2. 意识模糊与认知能力急剧下降。俗话说，人老变糊涂似乎很常见，但要注意区分渐进的记忆力衰退和突然的意识混乱。如果家中老人本来头脑清楚，谈吐正常，却在短时间内出现明显的精神恍惚，甚至变得前言不搭后语，就不是一般的老糊涂，而可能是身体在提前报警。医学上将这种现象称为谵妄或急性认知功能障碍，常见于晚期重病患者。中医亦有心主神明的说法，意思是心脏供血与大脑功能息息相关，当大脑长期供氧不足，血液循环变差时，人的思维反应就会变迟钝。譬如原本白天精神不错的老人，突然开始日夜颠倒，白天嗜睡，夜间烦躁不安，分不清时间地点，甚至连亲人也一度认不出。又或者平时能清晰表达的长辈突然语无伦次，让人摸不着头绪。出现这类短期内明显的意识改变，就应当尽快带老人就医，查原因。因为导致谵妄的原因很多，可能是脑部供血不足造成的暂时性脑缺氧，也可能是某些代谢废物在体内积聚，例如肝肾功能衰退时，血液中氨等毒素上升，扰乱了中枢神经。如果家里老人突然变得异常糊涂，千万别只当作年纪大正常现象，很可能是身体机能恶化的求救讯号。3. 体重骤降，明显消瘦虚弱，留意老人近几个月的体重变化。如果在没有刻意节食或生病的情况下，半年内体重无缘无故下降了许多，而且不光是瘦一点点，而是瘦到让人感觉人都脱了相，样貌走样，这通常不是好迹象。特别是可以注意老人的肌肉是否明显萎缩，双臂大腿变得松垮瘦小。如果短时间内非但体重减轻10几斤，还伴随着疲乏无力、食欲低下等状态，那就一定要重视起来。中医讲脾主肌肉，意思是脾胃运化功能决定了我们能否吸收营养，维持体质。当脾胃虚弱，吸收变差时，人就容易日渐消瘦。现代医学则将老人晚期常见的极度消瘦称为恶病值。很多癌症末期或重症慢性病患者，身体长期处于慢性炎症和高分解状态，导致肌肉和脂肪无法正常维持，出现不可逆转的消瘦，即使补充再多营养也长不回来。我们常见有些癌末病人皮包骨，食不下咽，就是这种情况。如果老人家近1年来体重一路狂掉，衣服裤子愈穿愈松，整个人看起来瘦脊嶙峋，那很可能是体内暗藏着大问题，例如恶性肿瘤在消耗营养，或心肺功能衰退导致全身代谢失衡等。总之，体重明显下降是身体衰退的关键警讯之一，千万不可视而不见。4. 行动能力急剧变差，频频跌倒或卧床。俗话说，人老腿先老，步履变慢，腿脚不灵活是自然老化现象，但若是出现短期内行动能力急速恶化，那就远超一般衰老范畴了。例如原本还能自行散步的长辈，突然在几个月内变得走路摇摇晃晃，站不稳，没多久就得靠扶手椅代步，再过阵子干脆整日卧床不起。或者老人变得极易跌倒过去，偶尔拄拐杖走动没问题，如今走几步就可能摔跤，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。这种迅速恶化的行动无力，通常意味着肌肉力量和神经协调出了大问题。医学上指出，不少临终前的病人会出现肌少症，即全身肌肉大量流失，加上神经反应迟钝，导致行动困难。中医也讲，肝主筋，肾主骨，肝肾精血亏虚，筋骨就会微软无力。当一个老人很快的从能走路退化到需要轮椅，再到彻底卧床，这已不是简单的老了没劲可以解释的，而是身体正在丧失维持基本活动能力的表现。如果发现家中长者短时间内活动能力明显退步，一定要提高警觉，同时也要在照顾上更用心，预防跌倒等意外发生。因为对衰弱的老人而言，一次骨折可能就夺走了最后的生活自理能力，甚至引发致命的并发症。5. 食欲不振，明显吃不下东西。很多人以为老人变得胃口小是理所当然，但如果长期食欲低落到几乎不想吃饭，那其实是身体发出的警讯。
一些子女会发现，老人到了生命末期时，饭量越来越小，最后干脆不愿进食，就连以前很爱吃的东西也兴趣缺缺。这并非老人挑食矫情，而是身体已经不需要那么多能量了。中医管这种情况叫胃气已绝，意思是脾胃消化功能已经衰竭，无力再运化食物。现代医学则称之为厌食现象。由于新陈代谢的改变，老人的大脑对于饥饿信号越来越迟钝，身体自我调节进入一种省能模式。简而言之，当寿命走到尽头，人体对营养的需求大幅降低，进食的欲望随之减退。强行让老人多吃并不能扭转这个趋势，反而可能造成消化不良、食物误呛等负担和风险。因此，若明显感觉到父母长辈近来胃口大不如前，常常吃2口就推开碗筷，甚至出现厌食、拒食的情况，家人应该高度重视，可以咨询医生是否需要调整饮食结构，提供高热量、易消化的流质食物。但同时也要理解，食欲衰退是自然的过程，与其逼着老人多吃，不如确保他们吃得舒适、开心即可。如果真到了胃口几乎全无的地步，那往往意味着身体机能已进入最终阶段。此时家属更重要的是心态上的调适和陪伴，而非一味强求进食。6. 慢性疼痛加剧或出现新疼痛。除了上述几项，有些临终前的老人会经历身体疼痛的变化。原本有慢性病的长者，可能在最后1年里疼痛感不断升级，例如长期关节炎的疼痛变得剧烈难耐，或癌症患者在病程末期痛楚显著加重。还有一些老人本来并无疼痛病史，却在晚年突然出现难以解释的新疼痛，比如持续性的胸闷胸痛、腹部绞痛或全身骨头痛。有时剧痛本身就是某些重症的信号，例如癌症骨转移或心绞痛发作。不论是否有诊断明确的疾病，如果老人频繁诉说疼痛难忍，且止痛药效果越来越差，那很可能暗示身体正遭受严重的侵蚀和损伤。疼痛也是一种预警，提示我们老人需要更多的关怀与医疗介入，或许是时候考虑缓和医疗、安宁疗护，来帮助他减轻痛苦。7. 频繁的住院与急症发作。进入生命晚期的老人，往往在最后1年里反复进出医院，可能这个月因肺炎住院刚好，下个月又因心脏衰竭住院，或者今天脑中风急救，过阵子又肾功能衰竭送加护病房。总之，各种急症轮番出现，让人几乎看不到缓和的迹象。如果发现父母长辈近1年来住院次数明显增多，每次出院后身体状况都比前一次更差，那可能意味着身体的各项机能正在逐步走向终点。有经验的医师在判断病人是否进入安宁阶段时，就会考虑这些因素，例如1年内住院超过3次，每次病情皆相当严重，这通常预示预后不佳。对于频繁住院治疗仍反复发作的病人，医护人员可能会与家属讨论是否要签署不施行心肺复苏术、DNR 或转介至安宁病房等事宜。因为急症不断，正是身体走向衰竭的过程，治疗上往往进入治不好也拖不长的困境。家属这时要做的，就是在积极治疗与体恤病人之间取得平衡，既尽力治疗能控的部分，又尊重老人意愿，在无法逆转时考虑让他走得舒适有尊严。8. 情绪明显低落、社交退缩。心理层面的变化有时也能预示生命进入倒计时。许多老人到了晚年会出现持续的情绪低落，对以前的兴趣爱好渐渐失去热情，甚至将自己关在回忆里，不太愿意和外界接触。如果一向开朗健谈的长辈突然变得沉默寡言，提不起劲，对家人的探望也表现冷淡，常说一些我不行了、没啥意思之类的话，可能就不仅仅是心情不好，而是内心对生命走向终结的一种写照。有些重症在身的老人会因长期病痛折磨而产生抑郁情绪，觉得生不如死。也有老人虽没有严重疾病，但感受到身体一天不如一天，丧失了生活乐趣，于是渐渐与人疏远。这种社交退缩和精神消沉，如果在短期间内明显发生变化，也算是一种值得注意的警讯。因为心理和生理是相互影响的，
临终前身体的衰弱常让人产生厌世和放弃治疗的念头，从而真的加速了生命的凋零。作为家属，当发现老人变得郁郁寡欢时，要多给予陪伴和安慰，必要时寻求心理医生或宗教信仰的支援，帮助他们疏解内心的恐惧与孤独感。9. 日常生活能力明显退化。除了前面提到的大动作行动力下降之外，老人日常生活自理能力的变化也很关键。如果以前还能自己穿衣、如厕、洗澡的长辈，最近突然这也做不了，那也需要帮忙。例如扣纽扣变得很吃力，走几步就气喘吁吁，甚至连拿汤匙的力气都没有了。这说明他的生活功能正在快速退化。医学上有一个评估老年人健康的重要指标，叫做 ADL，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，包括进食、如厕、更衣、沐浴、移位、行走等基本活动。如果在短期内，老人的 ADL 项目从全部独立变成大部分需要他人协助，那可能意味着身体正快速衰竭。例如，有些失智或卧床的长者，在临终前几个月会开始大小便失禁，需要全靠他人清理，或是一向爱干净的长辈突然不太洗漱，也不是懒惰，而是体力不足、站立困难所致。生活能力的断崖式下滑，是人体整体机能衰退的缩影，往往预示着生命进入尾声。因此，家属应特别留心老人日常起居的变化，适时调整照护措施。如果老人渐渐无法自理，我们要及早安排照护资源，请看护或调整家庭成员分工，并确保家居环境安全无障碍，帮助他们度过这个脆弱时期。10. 生理指标持续异常。生命最后1年里，一些关键的健康指标可能会持续的偏离正常值，而且难以纠正。比如血压长期过低或过高且不稳定，心跳频率持续偏慢或偏快，伴随虚弱症状，血氧浓度经常掉到危险的低值，又或者血糖、电解质、肝肾功能指数等实验室数据反复异常。在医生的治疗下，这些指标也许短暂有改善，但很快又恶化，而且每况愈下。尤其对有慢性病的高龄患者来说，当某些重要指标开始打滑，例如持续性的贫血严重导致虚弱，肾脏功能衰退导致血液中毒素累积，心衰指标升高伴随呼吸困难，这些都说明传统治疗的作用越来越有限，身体脏器正逐步衰竭。我们从客观数据上就能看出，老人身体仿佛一部用久的机器，各项零件都在老化失灵。当健康数据反复亮红灯时，做子女的应该明白，父母的身体真的到了极限。我们能做的，除了配合治疗外，也要开始考虑万一病情无法逆转时的安排，例如预立医疗决定、后事准备等，避免措手不及。以上这10项重大警讯，概括了长者在临终前1年内常见的各种变化。需要强调的是，每一项变化单独看并非绝对判死刑，但若多项同时出现且逐渐加剧，通常意味着老人已处于衰亡期，医学再发达也终究无法对抗自然规律。如果我们留心观察，就能在亲人生命进入倒计时时有所察觉，提前做出心理和实际准备。当我们发现家中长辈出现了上述那些预兆时，内心免不了感到惶恐与悲伤，毕竟那意味着我们可能即将面临离别。然而，及早察觉这些信号的意义，并不在让我们消极等死，而是为了让亲人的最后时光过得更有尊严，更少遗憾。首先要强调的是，一旦识别到父母的健康进入临终前阶段，家属千万不要惊慌失措，更不要选择回避否认。相反地，应该坦然面对现实，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制定合适的照护计划。例如，考虑是否需要引入安宁疗护团队，为老人提供减痛舒适的医疗处置，是否需要准备在家中进行居家照护，以便他们能在熟悉的环境中走完人生，或者在老人神志尚清时，主动沟通他对于治疗强度和后事安排的意愿，尊重他的选择。其次，多陪伴、多倾听是此时家属能给予的最大支持。正如前文所述，老人临终前可能会出现各种心理和生理变化，包括情绪低落、语无伦次、缅怀过往，甚至幻觉等等。这些时刻，我们应该做他们最坚定的依靠，
握着他们的手，让他们感受到子女就在身边，耐心听他们重复的絮语，即使那些话有些混乱，甚至超现实，也不要打断纠正，回应他们的需要，哪怕只是想喝一口水，看一眼老照片，这样的小愿望都尽量满足。对老人来说，家人的陪伴和理解就是减轻恐惧的良药，同时也别忘了照顾好自己的身心。照料一位垂暮的亲人，对家属而言，既是情感的煎熬，也是体力的考验。我们要适时寻求亲友、医护或辅导专业人士的帮助，分担压力。唯有自己保持身心平稳，才能给予即将远行的亲人最好的照料和关爱。最后，在亲人走到生命终点的过程中，我们能做的其实很有限。我们无法扭转岁月，也无法强留离去的灵魂，但我们可以决定这段路怎么走，是手足无措的让老人独自面对，还是充满爱弟相伴左右，是抱憾终身的错过了告别，还是平静珍重的道别。提前认清那些不可忽视的信号，正是为了不让遗憾发生。当生命走到尽头，最重要的不再是长短，而是走的是否安详体面。我们每一个人终将经历生离死别，学会洞察生命的预兆，其实也是在学习如何更智慧地面对死亡。或许直到亲人离世那一刻，我们才深刻体会到生命的脆弱与珍贵。在10000个人中，只有区区数百人能活过80岁，长寿真的来之不易。但更重要的是，在有限的岁月里，活得没有遗憾。当父母临终前的那些身体反应和1年内的种种警讯出现时，希望我们都能及时察觉，并怀着爱和勇气去迎接生命最沉重却也最真实的一刻。愿每个家庭都能在不得不面对别离时，少一分措手不及，多一分从容珍重。因为对逝者最好的告别，莫过于我们曾读懂他们最后的需要，并给出了不离不弃的陪伴。生命有尽头，但爱与陪伴可以让最后的旅程不那么孤单。让我们珍惜相聚的每一刻，守护亲人生命中最后的尊严与温暖。